但许奶爸比大家想象中更爱福宝，被黑粉持续攻击的他有多委屈。通过这段时间，我们彼此建立了信任，应该会好一些。对，爱心思维就是建立信任。谁能想到，一位经常把熊猫建立信任挂在嘴边的爱心饲养员，却被推到风口浪尖？奶爸见到福宝的第一眼，就忍不住将对方当成自家闺女宠，还满脸宠溺地喊起来小名。可这却引起某些粉丝的不满，他们认为奶爸没有权利给福宝换名，即便是奶爸吐槽闺女懒，明明是老父亲吐槽孩子的常规操作，还是引来黑粉的无端指责。就连福宝假孕身体不舒服这件事，他们也要怪罪到尽职尽责的奶爸身上。可许奶爸是真心疼爱熊猫，知道闺女假孕期情绪不佳，就拿来新的丰容玩具送给对方玩。福猪猪没有胃口的时候，奶爸也会上山砍宝贝爱吃的苦猪。即便福宝趴在假山上装睡不回家，奶爸也丝毫不会生气，还满脸宠溺地哄着自己家的叛逆闺女。虽然奶爸手底下有很多熊猫，但他却给了福猪猪独一无二的偏爱，会主动帮闺女按摩，也在对方生日当天送上鲜花，这哪里是其他滚滚能有的待遇？奶爸还给了宝贝满满的尊重，每次加餐都要将笋笋放在木架上，生怕染上一丝的灰尘。他甚至还拿着食物询问闺女，看到对方点头后才肯去外场加餐。福宝做行为训练的时候也能吃零食，奶爸还趁机摸摸自家宝贝，不是握着对方的小手，就是趁机热一下熊脑袋，给一向亲人的小福带来满满的安全感。正因为奶爸日复一日的爱心投喂，福宝才能这么信任他。这小妞前段时间还心情郁闷，一听到奶爸回家自己就乐开了花，能在短短半年换来福宝的依赖，许奶爸真的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饲养员。要知道他在照顾顶流女明星之前，虽然一直是基地的小透明，可他却默默无闻的守护熊猫很多年。2016年，老徐负责照顾冰清一家，那时候的他还很年轻，略显青涩，却凭实力将滚滚们宠上了天。基地的小熊都喜欢缠着奶爸撒娇。同年3月，他出现在送画妮的队伍，估计奶爸也没想到自己多年以后能照顾他的孩子福宝。奶爸还去繁育园照顾熊猫妈妈，很懂得和滚滚们建立信任，上一秒还在近身投喂，下一秒就偷宰。相比于明星饲养员，福宝更需要的是奶爸这种低调专业的奶爸。爱里长大的小熊有多恃宠而骄？花叶姐弟面对谭爷爷的呼唤选择无视，无论谭爷爷喊得有多大声，花花和叶子都不为所动，小表情还十分不耐烦，内心 OS 这老登能不能闭嘴啊？要知道姐妹俩从始至终都是爷爷的偏爱，估计当年独宠孙女的老谭也没想到两个小家伙都被他惯成这样。于可于爱的外公也是同款宠娃，平日里不是给两小只摇秋千，就是将盆盆奶喂到孙子孙女嘴边，以至于兄妹俩忘记什么是听话。这天于可于爱正打成一团，不知道两个小祖宗在叫什么劲都不服输，非要紧紧靠在一起斗牛。此时收猫的外公成了最大受害者，只能说外公喊不回孩子有多崩溃，还在打架的于可于爱就玩得有多开心。而小白天因为倔强的性格，也成为北洞不可撼动的女王。面面奶爸只是来投喂个窝窝头，就惨遭对方一个大大的白眼，直到他卑微到戳戳小手恳求小白天，对方才不情不愿地接过来窝窝头。估计小白天都看不下去才接过来，心想本小姐可没有虐待饲养员哦，毕竟面面奶爸真的太沧桑了。或许是因为常年被熊猫欺负，知道的是他熊猫在笼子里，不知道还以为饲养员进局子了呢。小白天之所以地位这么高，还得是因为奶爸前期太溺爱孩子了，从没见过哪个饲养员喂饭送到熊猫嘴边，还得成天给小白天按摩捏肩一条龙。不过变化最大的可是小奇迹，宝贝留学期间怯生生的，一看到饲养员就躲到小角落，可他回国后遇到王奶爸就是另一副面孔。小家伙不是整天吃醋生胖气，就大半夜不睡觉拆家扰民。就在昨天，王奶爸一觉醒来天塌了，整个外场一片狼藉，不仅是木头断裂，就连塑料壳也被拆。即便收到熊孩子的拆家大礼包，可奶爸还是控制不住嘴角上扬。难怪都说小奇迹肆意妄为是有原因的。相比之下，萌二就更过分了。这小子虽然对游客懂礼貌温柔，可他面对奶爸就没这个耐心。不仅是擦药期间拿捏奶爸，对方一拿出刷子他就不断后退。就连吃个饭也要躺在地上，让黄连亲手送到嘴边服务自己。奶爸被折磨得苦不堪言，也没反抗，毕竟自己宠出来的熊孩子只能惯着。直到看见依然主动配合奶爸交出幼崽，才明白真挚的感情从来不分物种。今天是在这都16天了，我给去检查一下啊。距离依然生产已经有10多天了，母性极强的她抱着孩子不撒手，饲养员至今还不知道幼崽的状况。为了给小家伙进一步检查，董奶爸做好消毒的准备工作后，在没有拿蜂蜜盆盆奶的情况下，不顾危险亲自去内舍取崽。依然看到饲养员不断靠近，一开始还紧张不安地抱紧熊猫宝宝，在看清楚是自己的奶爸后，他才彻底放下戒备，将孩子交给对方。正因为奶爸足够爱，所以换来了信任。他拿到小家伙后，示意让同事先离开。
随后熟练的抱着仔仔就跑。要知道怡然的幼崽出生时体重较弱，所以奶爸才不顾一切带孩子去检查身体。令人心疼不已的是幼崽出现意外，经过工作人员检查发现，宝贝2个后肢只有4个脚趾，就连指甲也出现断裂，需要进一步检查。得知情况后的奶爸魂不守舍，毕竟失去2根脚趾对熊猫的发育很受影响，他决定1个月后再次带着孩子体检。此时的怡然还在焦急不安等待着，他听到幼崽的声音后，第一时间守在门口。原本还信任奶爸的他突然产生戒备，抱着小家伙缩在小角落不肯回头。或许怡然也明白小家伙有缺陷，才格外护着对方，生怕被奶爸带走。直到1个月后，怡然还是心有余悸，不再像上次那般主动教娃，懂奶爸只好拿来蜂蜜哄闺女，再三嘱咐自己并没有恶意，这才将熊猫宝宝成功带出来复查。幼崽检查期间，奶爸紧张到在门外踱步，像极了等孩子做手术的老父亲。正当他焦虑不安的时候，接到同事电话，怡然那边又出现了意外。检查完没有？那个怡然长得有点凶哦，手不停地用着，不停地走动，不停地飘飘飘飘。看不到幼崽的怡然想要冲出厅，但小家伙的检查还在继续。工作人员给出一切正常，缺少的2根脚趾不影响健康的结果后，懂奶爸悬着的心才终于放下，赶忙带着熊猫宝宝回家找妈妈。怡然看到失而复得的孩子，开心极了，赶忙叼着对方舔毛。熊猫不懂什么身体缺陷，丝毫不影响妈妈对幼崽的疼爱。幸运的是，小家伙在怡然和奶爸的照顾下，非但没出现任何身体疾病，甚至刚过100天就比同龄小熊猫要胖。想必这一刻奶爸再辛苦的付出也是值得。奶妈终于回到原岗位照顾小奇迹，没爹妈宠的孩子真的很令人心疼。早知道碰花碰草别碰青，到如今任劳任怨都认定。连续郁郁寡欢好几天的仔仔，看到狼奶妈回家后，终于露出了笑容。宝贝还趴在墙上撒娇，像是在说这次就不要离开我了。奶妈回到家后，第一件事就是亲手送给好黛儿新玩具。小奇迹抱着新麻袋，别提有多开心了。这是奶爸奶妈调岗离开后，仔仔第一次玩得这么放飞自我，而一向宠娃的奶妈也不闲着，刚哄完自家宝贝就去外场收拾青团，只是为了给小奇迹更好的环境。或许是因为好几天没看到奶妈，小奇迹还在患得患失，时时刻刻都在盯着，生怕对方离开。嘤嘤叫挽回的这一幕，谁能不心疼？相信基地之所以把狼奶妈调回，也是看到小奇迹情绪不高，如今只希望王奶爸也能继续照顾，毕竟仔仔最依赖的就是他了。当王奶爸在内舍干活的时候，即便小奇迹在大口干饭，也要放下竹子偷听对方一举一动，甚至还因为老王的一声呼喊，宁愿撇下游客也要第一时间回家。更别提宝贝因为老王不告而别，整天望着汽车的方向，只是希望奶爸能开着车再次路过。没想到父子俩相处不到1年，小奇迹就彻底离不开他了。毕竟王奶爸真的把他当自家小孩疼。虽然基地让他暂时调岗，可奶爸始终是放心不下好蛋儿，下班后也要特意绕到外场，远远的看一眼小奇迹的状态。还记得仔仔刚回国的那段时间，不适应老家的环境和独居，也是王奶爸日复一日哄孩子的。他不仅守在外场陪孩子上班，小奇迹在内舍休息时，奶爸也要特意陪对方唠嗑，缓解仔仔刚出外场的各种不适。就连头喂个窝窝头，奶爸也得一手握着孩子的小手，一手趁机摸摸对方的鼻头。有次奶爸去紫嫣大叔家除草，刚好被隔壁的小奇迹发现，他为了哄好爱吃醋的好蛋儿，便赶忙带着胡萝卜和笋笋回家。感受到偏爱的小奇迹刚吃完饭，就幸福的眯眯眼睡觉了。此时的奶爸还在不远处守护着孩子，父子俩还是默契的好搭档。小奇迹听到隔壁邻居干饭后，也忍不住嘴馋敲门找奶爸要零食。老王得知后立马送上来笋笋，只能说有老父亲宠的孩子就是幸福。果然自家孩子还是得自己宠。北洞的毛孩子不仅丫丫，其他滚滚也都珠圆玉润。如今的丫宝哪像是20多岁的熊猫，明明就是个胖乎乎的小孩子，不仅肚子上有了好几层游泳圈，就连她的脸蛋也从凹陷变得大脸盘子。还记得公主刚回国的时候，不适应国内敞开肚子随便吃喝的生活，勤俭持家的她连笋皮都不舍得丢。可丫丫如今却能抱着笋笋大快饼，小小露食气完全不在话下。公主还知道从粗的那头拽过来，凭实力给镜头前的粉丝一些小小的震撼，总感觉长公主知道自己有多受人喜欢。宝贝吃个饭还得注意表情管理，这大眼睛和圆脑壳哪个一看了能不迷？如今的丫丫有饲养员宠爱，还有吃不完的竹笋和各种水果窝窝头，相比她以前的生活简直是天差地别。宝贝旅居孟菲斯期间吃不到新鲜食物，几根枯到发黄的竹竿就能把堂堂长公主给打发了。难怪鸭宝经常被饿得四处乞食，不是对着饲养员下跪磕头，就是一脸委屈巴巴地看向摄像机，像是隔空喊话我真的饿了。平日里只能待在狭小内舍的丫丫，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消磨时光，宝贝只能绕着宿舍溜达。那时候的长公主真的很令人心疼，好在她回国后是去的北，这里的饲养员一个比一个会宠爱，不仅给鸭宝准备很多丰容玩具，
好好的外场都成了游乐园，还要亲力亲为帮公主置办生日派对，鲜花、蛋糕、气球一个不落，甚至还用竹筒给丫丫摆上24岁，给宝贝的情绪价值也是拉满了。难怪丫宝回国后的状态这么好，简直能用返老还童来形容。北洞可不只是指疼爱热度最高的丫丫，同样搬在养老区的还有古大爷。虽然他比丫丫还要大上1岁，可脸上没有任何岁月的痕迹。谷谷每次出场都是锃亮发光的熊皮大衣，脸上的肉都是横着长，只能说养老区的食物很合胃口。毕竟亲妈粉都忍不住吐槽他不长后胖。古大爷的身后同样有各种丰容玩具。老小孩平淡无奇的养老生活中，因为饲养员的宠溺真的增添很多乐趣，就连其他滚滚们吃的主子都成了谷谷吃播专用的背景板。只能说北洞的家庭条件真的不一般，说是超级 VIP 养老也不过分。难怪古大爷干饭时都是满脸笑意，内心 OS 要知道养老环境这么好，我早就来了。饲养员真的是无差别偏爱每个熊猫，正因如此，猫粉们才放心丫丫去北洞。